韩国流行音乐 K-pop 席卷全球，许多人气女星呢以帅美的形象被超多女性粉丝疯狂的拥戴，有人甚至把这样的现象呢称之为是 Girl Crush。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 Girl Crush 吧。Hello， 大家好，我是志祺。最近几年，韩国流行文化在全球娱乐产业当中表现超级抢眼。打开 YouTube 的音乐类发烧影片排行榜，或是最热门的 MV 排行，你一定会看到很多韩国偶像团体的作品盘踞在前几名。而像是 BTS 啊，还有 Blackpink 的观看数呢，还有订阅数都超级惊人。过去说到偶像明星，我们可能直觉都会想到说，男团偶像的粉丝主要是女生，而女团偶像的粉丝可能多半是男生。但这样的状况现在可能已经很不一样了。最近这几年，韩国出现越来越多被称之为拥有 Girl Crush 魅力的女偶像，而且人气超高，像是 Blackpink 的成员 Lisa， 目前在 IG 上面已经有超过7400万人追踪。那这神秘的 Girl Crush 现象到底是什么？它的风格有什么特别吗？这个风潮是怎么形成的？背后可能又会有哪些争议呢？不过在开始进行讨论之前呢，按照惯例，先让我们进一段工商服务时间。最近志祺团队在招募厉害的新伙伴喽！我们想要征求全职的影片内容计划，跟我们一起追时事、聊议题、写脚本、发想节目计划，迎接各种经营频道会遇到的挑战。不管你有什么样的知识领域专长，只要你擅长写作，很会收集资料，逻辑清晰，具备独到的观点，而且乐于沟通，能把复杂的东西简单说清楚，那你就是我们希望能邀请到的人才。那当然，如果你已经有文字、影音创作或者是节目频道经营的相关经验，那就更棒喽。那如果你认同这一期新频道的理念，也想要加入我们的行列，那就赶快上我们的官网去看看职缺内容吧。早在2013年，牛津线上字典就已经收录了 Girl Crush 这个字，中文直翻的话呢，大概可以理解成女孩迷恋，但一般比较少看到这样的说法哦。大部分的讨论呢，还是会直接讲 Girl Crush， 它的意思指的是女性被另外一名女性所吸引，非常赞赏，非常喜欢她，而这个吸引并不是来自于性吸引力。用个有点政治不正确的说法来讲，就是女生喜欢女生，但是女同性恋的状况不在此列。而这样子的风潮呢，在韩国偶像团体当中又特别明显。我们甚至可以说，大部分关于 Girl Crush 的研究或是讨论，都是以韩国团体为目标的。像是刚刚有提到的 Blackpink 哦，就被认为是 Girl Crush 的代表团体之一。而另外像是 Mamamoo 啊，还有这个 Red Velvet 或者是 Easy 呢，以及拥有台湾成员舒华的这个 G-Idol， 那也都被认为是 Girl Crush 的偶像女团。这些团体的女粉数量高得非常惊人。以 Mamamoo 为例哦，有韩网调查就发现呢，2018年他们签唱会上面有高达 96% 都是女性粉丝。而 Girl Crush 的风格到底是什么，可以让女粉这样子趋之若鹜呢？在 K-pop 的讨论当中，常常会用帅美这个字来形容一个具有 Girl Crush 风格的女偶像。顾名思义呢，他们会同时具有帅气跟美丽的魅力。这边讲的帅气、美丽会呈现在外显的服装造型、妆发打扮，也会呈现在他们的个性，像是面对媒体啊，还有粉丝时的行为表现，甚至连个人私底下的兴趣、生活理念、人生的价值观也都包含在内。以服装造型来说，他们可能非常多变，像是会穿着利落的中性西装，有着前卫的造型啊，嘻哈、黑暗、猎奇或是搞怪的风格等等都会交替的出现。在歌曲中充满态度的饶舌用词会非常强调女性自我意识跟决定权，例如 Blackpink 的 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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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 歌词呢就会唱没有必要去看其他人的眼色，随心所欲的 Bad Girl， 喜欢的不喜欢的不管别人怎么说等等。总而言之哦，就是不论内在或是外在， Girl Crush 都会呈现出做自己、充满自信而且有点霸气的风格。而这样的风格呢，在以前主流的 K-pop 女团当中其实是比较少见的。从2008、2009开始，韩国的流行文化开始向全世界发展，像是少女时代的 G、Super Junior、Sorry Sorry， 或者是 Wonder Girls 的 Nobody， 都是耳熟能详的歌曲。而2010到2014年，由于偶像团体的竞争非常激烈，很多中小型的经纪公司推出了性感风格的女团，企图脱颖而出。不过当时竞争之下，尺度常常引起争议。例如一开始以清纯风格出道的 Girl Days，2019年发行了充满性感舞蹈的 Something， 成功拿下了音乐节目的第1名。但由于
于呢这个 MV 当中有些动作被认为太过性感哦，所以电视台禁播。而另外一个被禁播的女团呢是 Stellar， 他们的 MV 呢也因为服装啊、舞蹈动作和剧情都充满性暗示而引起了很大争议。所以从2015年开始，反而逐渐出现主打清纯有活力的女团。2015出道的 G-Friend 入选了 Billboard 2015年最值得注目的5大 K-pop 艺人，预测他们将以清纯的风格扭转过去的性感趋势。而2016的下半年 ，Blackpink 出道，再加上声势逐渐看涨的Mamamoo，许多偶像经纪公司呢，陆陆续续的推出了 Girl Crush 的女团，或是开始让旗下的女偶像们去尝试 Girl Crush 的风格。而到了大概2018年左右 ，Girl Crush 团体逐渐成为主流风格。这个发展的过程看起来好像蛮快的哦，但是对于粉丝啊或是经纪公司来说，可能都是有迹可循的。为什么 Girl Crush 团体的女粉丝会这么多呢？在相关的讨论里面，很多人点出 Girl Crush 风格当中充满自信、独立、自主意识、无所畏惧的表现，可以成为许多女性的模范。虽然听起来很老掉牙哦，但如果我们再往下研究，可以发现这边呢可能有2个非常关键的概念，或者说是不同的阶段。首先是男性凝视，接着是女性叙事。所谓的男性凝视，指的是用异性恋男的角度去描绘所谓的现实，甚至是直接把女性都当成满足他们、让他们感到愉悦的角色。像早期的好莱坞电影当中呢，女性角色多半都是性感的形象。这虽然可以让异男观众看得很开心哦，但是却未必是女性观众想要看到的样子。而对有些女性来说，当主流的美是这个样子，但自己其实不喜欢，或是担心自己达不到这个标准时，可能就会觉得不自在。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以女性观点出发的女性叙事，就可能被视为另外一种可能。刚刚我们说到，男性凝视主要是服务男性，或者是从男性视角出发，而女性叙事的出现，一方面是想要跟男性凝视提出抗议，而另外一方面呢，也可以让大家意识到，其实你可以有其他的选择。2011年，韩团 2NE1 呢，在 I Am the Best 这支 MV 当中呢，就以相对中性的打扮，想要阻挡男性凝视，而这样的尝试跟反抗呢，也让他们被认为是早期发展 Girl Crush 风格的女团。2017年 Mamamoo 的歌曲 Yes I Am 之中呢，唱着像我这样的女人是有自信的女人，有自信的话就跟着我一起。2018年呢，这首歌也被诺贝尔和平奖得主马拉拉推荐为国际妇女节精选歌单中的其中一首。而至于另外一首呢，则是 Blackpink Jennie 的单曲 Solo， 她唱说自己现在已经是最完美的，是会散发出光芒的 Solo。我们知道偶像的一言一行都很容易对他们的粉丝产生很大的影响力，而这些作品或偶像所散发出强大自主的女性形象，在过去是比较少见的。但透过偶像的亲身实践，不只让大家看到了各种可能哦，也激起了很多粉丝的共鸣。有些人甚至会把自己理想的样子投射在他们身上。其实过去很多的偶像女团本来就会在偶像发展的不同时期推出不同的风格，但最近几年越来越多人开始走 Girl Crush 的路线，好像也是有点巧吗？关于这一点有人会从商业的角度来看，因为得女粉就能得天下。根据韩国 K-pop 网站的统计呢 ，K-pop 的粉丝结构当中，男团跟女团都是以吸引异性粉丝为主。后来大家发现，男偶像团体的发展受欢迎的时期好像都比较长，而这边的关键因素呢，可能是因为女粉呢本来就比较死忠，相较于男生总是喜欢看年轻偶像，女性粉丝可能更愿意看着偶像一路成长，粘着度更高，所以有不少偶像经纪公司呢就开始推出能吸引女性粉丝的女团。2015年，韩国 SM 娱乐的视觉与艺术总监呢，在接受韩国 SBS 的访谈当中，就提出公司女团的目标是希望能吸引到年轻的女性粉丝，为了能够引起目标族群的兴趣，会推出有自信跟充满现代感形象的女团。而另外一方面，最近几年韩国的性别运动也越来越热络，全球也刮起了 Me Too 的运动，有越来越多人会开始为了长期以来的性别问题展开实际的支持行动。那在这样子的风潮之下呢，强调女性力量的 Girl Crush 风格也更有机会获得广泛的女性支持。在进入观点以前，我们要先谢谢大家把影片看到这里。那如果你还没有订阅志祺七七，请记得按下订阅，开启小铃铛，才能够固定收到我们的影片通知。来这里，我也要特别感谢志祺七七的所有会员，因为有了大家的支持跟赞助，我们才能够持续的运作这个频道，跟大家一起研究各式各样的议题，真的是非常的谢谢大家。那如果你愿意支持我们走得更远，欢迎点击资讯栏的这个链接加入我们的会员，或者也可以用超级感谢小额支持我们。好的，那话说回来啊，虽然我们今天讲了很多 Girl Crush 受到欢迎啊，越来越多女性开始做自己的现象，但实际上它也不是这么的一帆风顺。
有一个部分可能是来自于不同立场批评，像我们之前做过82年生的金智英，主角郑由美因为演了这部电影，社群账号被恶评攻击，女团 Red Velvet 的队长 Irene 说自己看过这本书就被烧照片抗议。而另外一个部分呢，则是像我们讨论过的另外主角 Billie Eilish， 她过去就是以 Girl Crush 的风格闻名，但当她穿上这个象征性感的马甲时，却被某些人批评背叛了你的价值。早在2018年Mamamoo 的成员华莎也因为穿着深红色低胸的皮衣，就被人攻击你可以靠实力，却要穿成这样子。有些人也会批评其实 Girl Crush 这种充满自信女力的形象，只是商业上面的包装，是为了吸引粉丝所创造出来的人设。但虽然他们好像鼓励了粉丝但如果社会上面遇到比较有争议的性别问题时，这些女偶像又不一定会站出来积极的表态。那从这个角度来看，包含性别平权女性想要勇敢做自己，怎么样才是做自己等等等呢？这些问题看起来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那我们自己是觉得每个时代都会需要偶像，他们展现出来的或许真实，也或许是包装过的人设。但当这个社会确实有越来越多多元样貌的偶像、名人、意见领袖出现在社会大众眼前，一并展现出属于自信的态度跟价值观时，他还是能够鼓舞到很多人的吧。好的，那今天的最后呢，想来问大家你也曾经迷恋过某位偶像明星，会把他当成是自己的模范吗？ A 有曾经迷恋过某某某的穿着打扮，会想要学习他的风格。 B 有我曾经被某某某的价值观吸引，甚至成为影响自己的人生信念。 C 没有，我觉得所以偶像有点天真，总会有一天呢人设都崩坏了啦。 D 其他留言分享你的经验吧。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欢迎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什么是 Girl Crush。 此外呢，也可以点击这个地方看看82年生的金智英以及 Billie Eilish 的相关影片。那么今天的这一期就要是没搞段落，我们明晚再见喽。